当全球目光聚焦地缘政治版图的剧烈变动时，大国间的战略较量正以我们前所未见的速度升级。2024年4月，美国陆军首次将新型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到菲律宾吕宋岛北部，参与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菲律宾防长明确表示，他们计划采购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这一举动无疑将地区紧张推向新的高潮。这不仅仅是局部的冲突，更是大国战略博弈的缩影，是对未来大战争的全面备战。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陆军正加速推进一场史无前例的现代化转型，目标是到2027年基本建成智能化作战体系，形成智能化作战优势。这不是简单的武器升级，而是一次对未来大战争的全面备战，目的是应对与对手之间的高科技、高强度对抗。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一系列改变游戏规则的新型武器系统。今天，我们就为您揭秘美国陆军即将或正在部署的5大新型武器，它们不仅仅是技术的突破，更是对未来战争形态的重新定义。首先登场的是美国陆军中备受瞩目的暗鹰远程高超音速武器。要知道，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美国曾一度落后于中俄，像俄罗斯的匕首和先锋已经投入实战，但现在美国陆军正以惊人的速度追赶。这款导弹被视为美军正式加入由中俄主导的高超音速武器竞赛的里程碑。就在2024年12月12日，暗鹰成功完成了首次移动发射测试，这标志着美国距离部署首款高超音速武器系统又近了一步。按照计划，这只黑色巨鹰将在2025年财政年度结束前正式装备首批作战部队。暗鹰究竟有多强悍？它是一款能够携带常规弹头甚至核弹头的战略导弹，其飞行速度可达到惊人的5马赫以上，最高甚至达到17马赫，最大射程则能覆盖2775公里。这意味着什么？它能够在敌方防空反导系统几乎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破重重防御，精确打击高价值目标。无论是敌方机场、港口、指挥系统，还是雷达阵地，都将无所遁形。用美国陆军部长克里斯汀·沃姆斯的话来说，他将为部队提供革命性的武器。紧随其后的是美国陆军战略火力家族的另一位新成员——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低风的出现直接源于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的战略空白，它本质上是将美国海军的 MK41 垂直发射系统搬到了陆基拖车上，但其带来的战略影响是非凡的。2024年4月，美国首次将低风系统部署到菲律宾吕宋岛北部，这是冷战以来美国首次在亚洲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就在今年1月，该系统再次进行了重新部署，进一步验证其战时快速机动和生存能力。低风系统可发射射程高达18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射程460公里的 2IM-174标准 SM-6 导弹。它配备多模式导引头，能够在飞行末端捕捉并击中移动目标。这对于美国陆军来说，是首次获得从陆地阵地打击海上目标的能力。这不仅仅是射程的问题， SM-6 导弹虽以防空为主，却被赋予了反舰能力。尽管低风系统组成相对复杂，由指挥车、多辆导弹发射车、电源和保障车组成，战时目标较为明显，但美国陆军获得反舰能力，无疑使其在多域作战概念下拓展自身的作战范围，从传统陆地力量向更广泛的区域和海上打击延伸的重要标志。这无疑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平衡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说暗鹰和低风是陆军的长臂和利剑，那么精确打击导弹则是陆军忠诚火力的瑞士军刀。P2SM 目的是取代美国陆军现有的 ATACMS 战术导弹系统。去年底，首批增量1型 P2SM 导弹已正式交付美国陆军，预计今年就能达到初始作战能力。它的发射平台就是大家熟悉的 M12 海马斯多管火箭炮。P2SM 增量1版本射程可达500公里，用于打击固定目标，但真正的游戏规则改变者则是增量2型，正式定名为陆基反舰导弹。这个版本射程达到1000公里，并配备多模式引导头，可以在飞行末端捕获并击中海上移动目标。就在2024年夏天，美军在勇者之盾24演习中成功使用 P2SM 击中海上移动目标，这标志着陆军首次获得了从陆地对海面目标进行远程精确打击的能力。尽管目前 LBASM 是否具备打击高速航行状态下水面移动目标能力仍有争议，
但其战略意义不容小觑，其最大射程可达1000公里，比澳大利亚将配备的 NSM 导弹射程远得多。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为了应对遵义舰环绕航行带来的紧迫感，也计划为其新建的第10导弹防御旅配备 LBASM 反舰弹道导弹，这足以威慑任何试图接近的敌方舰艇。说远距离的长矛，我们再来看看陆军近战的飞天地雷 XM204 顶攻弹药。传统的反坦克地雷需要车辆直接压过才能引爆，而且往往只能攻击防护最后的底部。但 XM204 彻底颠覆了这一概论，它就像一个智能化的埋伏者，尺寸紧凑，仅需2名步兵即可携带和操作，部署极为灵活。XM204 通过声波和地震传感器探测敌方装甲车辆，探测半径可达100米，一旦敌方车辆进入其探测范围，它就会将内置的弹药发射至90米的高空引爆，形成尖锐的穿甲物，从上方打击坦克最脆弱的顶部装甲，从而瘫痪车辆并杀伤成员。根据2024年的实测，它能有效击穿苏制 T72 主战坦克，并在不到2分钟内完成系统测试和设置工作，具备极佳的部署灵活性。这种高空打击模式与传统反坦克武器的平射或底部攻击大相径庭，对现代主战坦克具有极高的杀伤效能。更重要的是， XM204 具备多种自毁机制，可设定4个小时、48小时或15天的自毁时限。这意味着冲突结束后，这些未引爆的弹药将自动失效，大大降低对平民的潜在威胁，也使其符合国际地雷的使用规范。它也使得敌方装甲部队难以预测雷区，被迫偏离预定路线，为己方火力创造打击窗口。这种飞天地雷的出现，无疑将改变既有游戏规则，甚至可能推动其他军事强国在同类装备领域的跟进研发，重新定义反装甲战的战术模式。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察打一体的小型革命弹簧刀系列巡飞弹。这款被称为神风特工队无人机的微型游荡弹药已经在乌克兰战场上大放异彩了，受到了全球的关注。它体积小巧，可以放入背包中，由单兵携带和操作，不到2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发射升空。弹簧刀300的最大飞行时间为20分钟，冲刺速度可达160公里每小时。它能在目标区域上空徘徊，通过高分辨率的摄像头实时传回视频和目标 GPS 坐标，一旦确认目标便能精确撞击并摧毁，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附带伤害。即使在目标区域发现非战斗人员，它也可以灵活地重新瞄准。除了弹簧刀300用于反步兵和轻型车辆，弹簧刀600则专注于反装甲任务。目前，美国陆军正大规模采购弹簧刀系列无人机，尤其是在2024年8月 ，AeroVironment 签订了近10亿美元的合同，计划在未来5年内交付大量弹簧刀自杀式无人机，以显著扩充单向攻击弹药库存，提升步兵从空中精确打击坦克及其他目标能力。不仅如此，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希腊、立陶宛、罗马尼亚、瑞典和台湾地区也都纷纷宣布将采购这种改变战术的巡飞弹。弹簧刀的广泛应用反映了现代战争中对低成本、高精度、可消耗武器的迫切需求。它能够将连排级作战单元提供实时战场信息和精确火力支援，改变了步兵的攻防模式，迫使坦克加装简易天棚来应对来自头顶的威胁。除了上述的5种武器，最后我还是想提一下美国陆军正大力推进的机器人战车项目。如果说前面的武器是智能化、精确化的体现，那么 RCV 则代表着陆军未来的无人化和人机协同发展方向。美国陆军已经开始评估组建无人战车排，并计划在未来2年着手组建连级和营级的无人战车部队，最终打造陆空一体的无人作战部队。这些机器人战车将承担侦察、监视、目标获取、火力打击，甚至物资运输等任务。美国陆军认为，未来战场上无人系统智能化水平将持续提升，而有人无人协同突击模式将成为主流。到2027年，美国陆军师军和战区3级指挥机构计划将实现人工智能驱动的指挥控制能力。这标志着美国陆军正从根本上重塑其编制结构、作战概念以及武器装备，以此争取在2030年后的战场上取得胜利。这5款新型武器的陆续部署并非孤立的举动，
而是一场深刻的精确化、智能化和无人化转型。这些新武器不仅将改变单一作战单元的战术，更将重塑整个陆战的形态和未来战场的面貌。毋庸置疑，这场由技术创新驱动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将深刻影响全球战略平衡，并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然而，技术优势并非一成不变，在这种你追我赶的较量中，地区和平与稳定也在面临着新的挑战。未来，我们不仅要关注这些改变游戏规则的武器本身，更要关注它们将如何深刻影响全球战略格局，以及如何塑造人类战争的形态。本期内容就是这些。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